OK， 现任初季也是更了一个新的 DLC， 在复活的前代营里加入了新的忍术木盾木人之术。这一套 DLC 要单独购买，每个技能的单价是12块钱。这个价格老实说，单买一个忍术的话，它确实不便宜。那么接下来咱们就一起看看这期忍术到底有怎样的表现，究竟值不值得购买。我们从攻之型开始看起，攻之型里加入了2个地狱突刺一本贯手，还有木人之术。其中一本贯手是小技能，而木人之术则是大招。进来看一本贯手 ，CD 是15秒，可以通过2秒的蓄力提升伤害和距离。蓄满以后会向目标快速冲刺，但冲刺期间没有无敌会被抓取。可以在空中释放，能够延长在空中停留的时间。这招无法被防御，命中敌方会降低敌方的防御。出手速度不错，但是需要蓄力才能灌满伤害，比较难受。攻之型里这招肯定不能说是必备的，但是用起来作为切入手段的话，其实还可以。虽然不管蓄不蓄力都能破防，但是如果不蓄力的话，这招的性能就是个强化平 A， 属于是玩具级别的忍术，不太推荐购买。接下来是最新最好的木头人，发动以后会让木人向前方捶一下，再打一拳，这2下的伤害很高，打射之型可以直接带走。最后木龙缠绕在身边获得硬体，角色的轻重攻击也会变成强化攻击，所有攻击都可以无视距离打满全图，并且身后判点也很大，可以把背面的敌人直接打到正面来。轻攻击变成了连续木头拳，重攻击直接变成木龙，追踪性强，判定范围大，伤害一般就是角色重攻击的伤害。妥妥的人形炮台，但这个状态依旧会吃到敌方的攻击。但重点来了，这个状态的强化时间是30秒，整整半分钟。在这半分钟内，不仅可以随意使用忍术，还能当一个移动炮台，性能我个人认为是非常不错的。一段有普通奥义的瞬发伤害，二段还有长时间的持续效果。除了不能变成木人打桩有点遗憾，其他方面我觉得都拉满了。接下来是射之型拥有的飞雷神斩击，还有正威暴威，这2个技能主要还是用来打一个信息差。同样的，飞雷神斩是忍术，正威暴威是奥义。先来看飞雷神斩，这招之前被加强过一次，追加了锁敌效果。这招的使用同样是有一个限制条件，就是不能主动锁定敌方，只能用自动锁定来瞄准敌人，所以有的时候会打错人。在你不主动锁定敌人时，移动后发动这招伤害会翻倍。可以在空中发动，发动后会丢出一把苦，最后瞬移到苦位置向前斩击。12秒的 CD 也不长，伤害还不错，但这招只适合偷袭，打正面的话会非常坐牢。而且虽说优化了锁敌，但还是随便一绕就能躲开的。总的来说，这招其实不是很推荐购买，但是如果你纯想当一个偷子的话，那这招还是有点用的。再来看正威暴威，这是一个对新人很友好的技能，因为发动以后它会主动攻击敌人，不需要你操心，可以保证发动了就能在场上带来收益。爆炸的伤害不错，可以最多连炸4次，每次炸完以后会自动重新凝聚，随后再次主动寻找敌人，敌人被打到还会降低防御力和速度，很适合收割。而且可以从视频里看到每次的爆炸范围也不小，不仅可以分割战场，还能用来掩护自己。只要敌人不舍命去勾引他，把他引开，那这招真是一个攻守一体的技能。无论任何地方发生混战，这个分身都能第一时间赶过去爆炸。但需要注意的是，如果你在这期间死了，分身也会立刻消失，而且这个分身偶尔会卡住，然后原地炸开，算是一个小小的 AI 问题。但总的来说，这招的效果还是很不错的，我个人还是推荐这个可以整一下，毕竟挺好玩，而且对新人来说，这招的收益肯定是非常大的。接下来是手之型的刺盾杀金大藏，在我爱罗的流沙铺流出来之前，这招可以说是手之型的门面，性能略逊一筹，但也十分优秀。施法前可以提前结印，发动以后会向前方竖起一道杀金墙，二段输入会让墙向敌方撞击，可以对被卷入的敌人造成持续的硬直和伤害。杀金墙在向前方行进5秒以后会自动砸落，造成更高的伤害。这招的 CD 只有11秒，比飞雷伸展还要再快1秒。而且这个墙的二段是带有追踪的，并不是只会向前走，锁到敌人可以360度转弯撞过去，可以搭配我爱罗的流沙铺流进行衔接。落地以后再稍微拖下二段的6秒，可以一个技能把杀金大藏的 CD 给拖好，实现2个技能的轮流攻击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个墙并不是无敌的，是可以被好火梅雀之类的强力忍术给直接打烂的。但是 CD 短的优势让它即便被打断了也不会太肉疼。虽然前摇长了点，但是这招的性能很不错，我个人是非常推荐玩手之型的朋友去买一下这个技能的。最后就是玉之型里的沉盾原界玻璃之术柱，这招就没什么特殊的了，纯伤害忍术。释放后会向前方半个视线区域进行扫射，可以通过摇杆控制左半还是右半边。施法期间即便被打断一样可以打出伤害来，命中敌方会使敌方跪地，也是可以打下连接。这招真的就是一个纯伤害忍术，控制能力和续航能力都很差，带它的话真不如直接带个驱走能夫。在积分战玉之型带光钢基本是标配，但是光钢的回复能力很差，而且硬抗伤害血性会拉得很低，所以这个时候右半边最好是带个有防御能力的或者有回复能力的，像沉盾这种就很明显吃不开。虽然可以在空中释放，但是距离较近，而且伤害也不太高，最重要的是给不到明显的控制，也给不到回复，敌方挨一招真的不痛不痒，所以这招我也很不推荐购买。不过如果你真的很喜欢沉盾的话，这招也不是完全不能玩，仅仅只是性能较弱，不太推荐而已。好的，那么上这些就是全部的目前可以单独购买的付费技能了。
不知道对你们来说它能不能加进你们的技能组里，毕竟忍术的勾住这个东西还是要看个人的开发。好，那么下期我们先更一下6道班，最近也是红白合战活动正在进行，所以延迟很高啊，联网对战打起来老实说我非常的吃力。那么关于新忍出击还有什么其他想看的角色，可以发在评论或者弹幕里，角色更新的排表会放在片尾，大家有兴趣可以暂停观看。那么如果你也喜欢这个系列的话，不要忘记一键3连加关注支持一下，你们的3连和关注就是我更新的动力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，我是3位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